Hello，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啊！今天呢，我们要聊聊很多粉丝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国的学校和马来西亚的华校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很多上国际学校的朋友都问我们这个问题啊，说中国的学校和马来西亚的华校不都一样吗？都是讲华文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位专家。这位专家呢，在中国上过好多年学，然后呢又回到马来西亚也上过好多年学，所以呢，他对这个问题应该是非常了解的。那然后今天呢，我们就对这个资深的当事人进行各种的拷问。所以呢，他对这个马来西亚的华校的整体的这个教育是怎样的，还有中国的这个整体的教育是怎样的，他非常了解。所以我们今天呢，展开一系列的问题来询问一下他啊。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着装方面了。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学校华校和这个中国的着装是很大不同的哦。对啊，就是说呢，首先我们知道啊，这个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华校啊。你们是穿衬衫的，是吧？对，衬衫，很帅气的衬衫哦。对啊，下面是穿那个小短裤，黑色的小短裤啊，然后打一个领带。哦，是打领带的这样子啊，就是打个领带。那么鞋子好像是白色的鞋子，要配白色的袜子，对是吧？如果是黑色的鞋，就是黑色的袜子。如果我穿了白袜子黑鞋行吗？不行啊，这样不可以啊，不可以。那中国的校服是穿些什么呢？中国的校服就是那个很肥大的那个运动衣啊。对。那么他们打领带吗？这样打领带吗？不打了，他们打的是这个红领巾啊。红领巾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系一下红领巾，这是很神圣的问题哦。来，好像是这样子卷起来，你会系吗？哦，我会系啊。来，你来系一下喽。我来系一下啊。不一样，已经弄好了吗？啊，弄好了。就这样子的吗？嗯。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了啊。哦。这就是系常在中国的学校的一个这个红领巾的这个系法。啊，是啊。是不是平常还要戴一个小黄帽子？对，只有那个黄色的帽子啊，黄帽这样子。你没有带来黄帽吗？啊，只有红领巾是吧？啊，对。然后再穿一个很肥的一个校服。对。啊，这就是中国的学校的这个学生的一个形象。在马来西亚就稍微帅气一点，是吧？是。在马来西亚的女孩子呢是要穿一个背带裙这样子，然后呢有一个也是翻领的这种衬衫。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就是优喜和他们班的女生啊。这个女生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什么紫啦，或者是星啊？没有啦。接下来呢，就是聊一下这个发型啊。在马来西亚上学的时候呢，男生是要打那个发蜡的，对吧？打那个发蜡，就是亮亮的啊，这个很帅气啊，给人感觉很精神。在中国呢，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啊，在中国是要剃这个板寸，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这个意思啊？就是小平头，就是很短很短的头发，不可以长的。不可以有任何奇怪的发型，是统一的，男生全部都是板寸小平头那个样子啊。然后我们再聊聊礼节方面啊，在中国呢，戴了这个红领巾以后，算是成为了少先队，是吧？嗯，对啊。少先队有少先队的礼节，对啊，在每个星期一的时候啊，是要升旗。这个所有的少先队员呢，就打着这个红色的。领带啊，不是领带，红色的红领巾，站在国旗面前，要这样，是吧？但是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礼节呢，就是见到老师、家长、长辈以后要鞠躬，是吧？一进校门的时候，老师看到老师或者看到校长的时候要鞠躬，这样子啊。在马来西亚有没有这个升旗仪式？就每一个星期一升旗这样的活动有吗？平常是没有的，就是一些重大节日，像什么国庆节，会拿那个小旗子挥的啊。
然后上学的时间啊，上学的时间呢，这个中国的这个上学是7点多到校是吧？对啊。马来西亚也是7点多到校，这个上学的时间是一样的，放学时间应该不一样吧？放学，马来西亚是上半天是吧？在1点多1点10分就放学了。是啊。下午不用去的啊，不用去。如果下午有这些特别的课程，比如说特长课，在下午是吧？就是比如说你报了什么的跆拳道啊、电脑班啊、小提琴、大提琴等等的，下午是可以在这个时间上这些课的。对啊。在中国的话呢，是要上1天，是吧？是啊。尤其现在你们的5年级要上到5点半才放学啊。对啊，下午晚上的5点半。所以说呢，然后呢还要做很多的家庭功课。是啊，很多的家庭功课，很多写到很晚周末的作业更多的。周末，可是有一些家长还给这些同学们报了那些特长班，占用了小孩子的这个周末周日的这个时间去报什么跆拳道这些，好像我感觉这个安排就有点不像马来西亚那样合理喽。是，我说呢，本来5点半放学还要做一大堆的家庭功课。然后呢，好容易补习班。对，有一些小孩子还要上补习班的。对啊，就是像英语补习班这个华文补习班，奥数啊，哇，这个奥数是很难的。很小的小朋友啊，你的同学有报奥数班是吧？有啊，我的天哪！前几天我到儿子家，孙子做奥数题呢，排列与组合，那是高2讲的，4年级就做。这些课外培训基本上超纲授课、提前授课、强化应试，干扰学校教学秩序，增加学生负担，增加家长经济负担，社会意见很大。然后在中国呢，每一个班级都有一个党大队，就是共产党大队吧。这个大队要经常给你们一些任务，是吧？这些任务呢，就是一些爱国主义教育爱党教育等等。这些任务主要是在做什么呢？比如说看一个爱国电影或者是写一篇爱国作文爱国电影、爱国短片、爱国文章去观看，经常就会在这个老师的这个布置作业群里面发放，就是今天7点半要观看习大大讲话这样的一些看完以后呢，要写这个观后感作文当然是一系列的，就是比较正能量的作文，就在这个时候给小孩子们去写。是在马来西亚有这样的吗？没有啦。马来西亚也有爱国教育，但是呢，就是只是书本里历史什么的。我哥哥在中国考试有一道题，这次期末考试当中有一道题，就是说习近平在某某某会议上讲了什么，讲的那句话是什么，也不是重要的话啦，就是随便讲了一句话，看你有没有专心听的这个意思。天哪！在你们的考试当中有没有这样类似的这种题呢？有啦，也有啊。对，那个数学题当中数学题对数学题还有这样的，不是数学题是计算乘法、减法、除法吗？那个应用题应用题对怎样的？那个题目就是讲说2020年疫情爆发，然后数学里面讲疫情爆发2020年疫情爆发，习近平带领我们什么什么，然后就是说中国的强大啦就是前面的写了好多中国的强大，对，很多。然后这道题是讲什么呢？然后就说外卖员是生活的一部分。什么？不是前面讲那么多，跟外卖员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是就是说疫情不是不能出去嘛，然后就是外卖员送饭。对，就说呢，疫情期间呢，中国做了很多很伟大的事情然后呢，就是呢，这个大家呢都不能出去了，大部分的人就要点外卖，这样子的。不是，然后这道题是什么？然后说完这个就说，外卖小哥的速度是，然后这样子抢他了。今天我是11点出门的，然后到现在送的是25单，还取消了1单，不然的话应该是26单吧。平均的话3个小时25单，应该是8分钟不到送1单。
这都是有够快。在这个语文考试当中会怎样出现这种爱国的题呢？那个写的作文呐、就是说题目是让你随便写一个为中国付出了的人，而且必须是党的人啊。我还心想，为中国付出的那5000年文化有很多啊，诸葛亮是啊什么李世民啊，宋朝的宋太祖啊，这些都不可以写吗？不可以写，只是党的就是人共产党里面的这个对共产党里面的人比较伟大的人，那当然是最伟大的肯定是习大大喽。是啊那你写的是谁呢？我写的是一个赤脚医生啊。赤脚医生。就是他的故事，就是赤脚医生，然后经过一些磨难，就是很伟大的医学的，然后大这样的人。对啊，他的名字是什么？我忘记了。就是说你是不是也是查资料查到这样的一个人？是啊。就是说在写这样的作文的时候呢，中国的小学生呢都要查很多资料啊。对啊。那最重点的就是这个你们在上课的时候的这个文化课。就是课程有哪一些呢？可能这个是你觉得跟马来西亚的这个课程有哪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肯定有中国叫做语文，其实在马来西亚叫做华文。对啊，中国呢也有数学，在马来西亚也有数学，是吧？有的啊。那图画有吗？图画马来西亚也有啊。体育都有啊。体育的话呢好像有点不一样吧。体育的话，中国的体育主要是在做什么呢？最多是跑操啊，跑操。对啊。一般在马来西亚的体育课上都会接触到羽毛球、足球、篮球等等的就是接触的这种体育运动比较多。中国比较少一点就是跑操。这个体操、做操，对，最喜欢的是自由活动有时候会自由活动，经常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这个抖音啊，还有这个小视频上说体育老师生病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班主任想占课的。同学们，今天体育老师生病请假了，我们体育课改成上语文课了。体育老师来了。同学们上体育课啊。语文老师你怎么在？我是不是生病了？我是不是生病了？我生病了。拜拜。就是在中国经常会出现文化课占了体育课的这个现象就是尤其快要考试这一段时间呢，经常会出现体育老师生病了，就是体育老师生病了，体育老师有事这节课我班主任语文占了这样子的事情比较多。那这个图画老师也经常生病嘛？对呀。就是到了这个快考试的时候，这些中国叫做副课像体育、音乐还有这个图画大部分的这个叫做副课，主课其实主要是语文或者数学是啊。英语算主课吗？也算的。那你们期末考试的时候考哪一些呢？期末考试考数学、语文、英语。好，今天我们暂时呢就先聊到这里啦。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呢，请在下方留言，我们呢会尽量的回答大家。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记得点赞，记得订阅哦，拜拜。最后开小铃铛。再见，拜拜。